来吧，今天咱们不讲玩具，来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今天我收到了远隔半个地球的一个快递。那现在呢，风的爵位已经到了，但是呢，它的执行时间，我当时填的是今年的12月23号啊，算是我老婆给我买的一个生日礼物。这个东西我老婆付的钱，现在还没有执行，所以呢，个人现在还不是贵族的身份，只有到了生日，今年生日的那一天，才正式被封为男爵。然后还会有一个这样的小钥匙扣子啊，橡胶材质的。可以看到啊，它这个上面印刷的就是西兰公国的版图。对，这个版图，西兰公国的国土面积只有550平米，就这么大。说白了，它曾经呢是在二战时期英国建的一些防御德国的海上的那么几个防空炮台啊，当时有建了很多个，但是因为西兰公国后来的这档子事儿呢，就是英国把其他的都炸了，只保留了这一个。那这事儿说起来就话长了。其实早在二战结束之后啊，所有的这些炮台其实都废弃掉了，就没有人了，相当于是废墟，也没有人去管理，没有人运营。而当时呢，处于那个年代，大家的娱乐项目也很少，主要就是以收听广播为主，电视机还没有走进千家万户。但当时呢，也有很多野路子，就是这种私人广播电台，当时被称作海盗电台。其实说白了，就跟咱们现在我在这直播是一个道理，大家都不看电视了，看大家每个 UP 主的个人频道啊。当时来说，这种东西其实是违法的，因为你等于是占用了许多无线电的资源了，或者说当时的法令是不被允许的，被称为海盗电台。但是当时呢，喜欢创办这些电台，他们会放一些流行的音乐啦，或者说讲一些情感故事啦。他们把这些东西啊，最后也成为收入的一部分吧，可能还可以接一点广告费了什么的。但是英国国内不允许呢。做海盗电台的这些人呢，就他们在大洋上面，离他们的海岸线稍微的远一点，然后找一些船只了什么的去做这个东西。他们把设备放在船上，但后来呢，也是有一对妇女发现了，距离我们英国6海里之外。有这么一个荒废已久的，对，应该是叫怒涛塔，做海盗电台的人给占领了。而这个时候呢，西兰公国的第一位亲王，也就是他的创始人，就是怎么说，西武大帝吧，他是前英国的皇家海军上校，叫帕迪罗伊贝茨。这大爷呢，也是想做一个这样的野电台，增加点收入啦，大家娱乐一下，然后就到了这个怒涛塔上。驱逐了原先在塔上做海盗电台的这个妇女，就是在法律条款上面，它是不属于英国领土的。我在这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无所谓。然后又发现了这个事情以后，他发现有法律的空子可以钻，于是他宣布全家4口人，自己、老婆外加1儿1女2个孩子，4个人在此地建国。没有人会在意这老头的一些发疯的行为。不过毕竟是一个前英国的皇家海军上校嘛，大家多多少少都会给一点点的面子啊。然后呢，这个国家就开始很可爱的做了一些，就是你看起来是很不正经的事情，但是他们在一本正经的做很不正经的事情。比如说设计国旗、设计国徽、设定自己国家的宪法，还印刷自己国家的邮票、货币以及各个层面的东西，老头也对此乐此不疲啊，自己也花重金重新修缮这个怒涛塔。英国当时它有一些信标塔呀，都在那个海的周围，有一些维护的员工就去海上面维修这些信标塔。但这个时候的员工可能已经慢慢踏入了就是自己这个西兰公国的领海的范围的时候，对他鸣枪示警。你现在马上驱逐出境，不然的话我就以侵略为主，就要射杀你。就是海上作业维修的这个工人吧，也觉得莫名其妙，他怎么对我开枪呢？怎么做这么危险的事情？回去就把这老头给告了。同时告的还有他的儿子，也就是迈克尔王子，如今的西兰公国的元首吧。这2个人呢，就跑到了从海上这个平台啊，跑回英国的法院里边受审去了。但这个事情最厉害的地方就是，
英国方面输了。这场官司打下来，就是因为他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当时所划定的公海之上，这事儿不归英国法院管，所以呢，大爷就莫名其妙的胜诉了，无罪释放。当他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就觉得这事儿可行，又坚定了自己做一个世外桃源领主的信念，他就继续把这些事情慢慢的统筹起来，很有意思，很励志的一个老头呀。但后边又出了一档子大事儿，因为当时人太少了嘛，也是招募公民啊，其实跟现在的意思是一样的。当时已经印发了很多的护照了，公民们也有很多了，然后也册封了什么这个官爵啦、那个职务啦都有啊。但就是因为这个册封的问题啊，有那个思想不正的人。德国有这么一个教授，他还是一教授啊，亚历山大 G 阿亨巴赫教授。这个阿亨巴赫教授当时被任命为西兰公国的首相，但是呢，这个首相有自己的小心思，他是看到了这一片法外之地有利可图，他就想着把这个怒涛塔改造成一个度假的酒店，然后在这个度假酒店里边开设赌场业务，因为在公海之上赌博，没有人会管他，甚至说他可以开成把地下赌庄变成一个合法运营的模式。首相当时找了一些可能是黑帮的成员啊，就把王子给绑架了。当时他们也得回到陆地，你只在那么一个塔上边，你待着又淡水没有，吃的没有，什么都没有，生活物资都是一穷二白的，所以他们会不定期的回到陆地，回到英国他们本土的家乡去。当时呢，国王和王后正回到了大陆上边去度假，而值班的呢只有王子迈克尔一个人。这个时候，这个教授也是西兰公国的首相发生了政变，当时就把这王子等于给绑架起来了，然后对外宣布，因为当时西兰公国的宪法上边有写怎么样啊，国王违背了国家宪法的一个意志，出卖自己的土地，所以他觉得我是第一继承人，然后就要逼着国王退位。那这教授是挺有这个商业头脑，咱国王是谁呀？国王可是前英国皇家海军的上校啊，大爷也不是吃素的，你大爷还是你大爷。然后通过自己军方的一些关系，然后找了一些老伙伴们，找了几支雇佣军，乘坐直升机回去把这事儿就给平了。首相反叛直接平下来，然后就把首相关在了怒涛塔里唯一的监狱里。这事儿大了呀！你把你自己的谋反首相关起来，这个不要紧，但是首相他是德国人，他是一个德国的教授，德国这边坐不住了，德国这边给英国去施压，也就是说英国你得出面调停这个事情。英国说这事儿不归我管，他们曾经向我们的维修工作人员开枪，我们这儿法院都管不了。德国最后被逼无奈，没办法，派出了外交官去西兰公国和国王谈判。当时国王开出的条件是应该是交23000英镑的赔款，你才可以保释出去。德国呢后来意思我不愿意掏钱，但是后来外交官的一通协商之后啊，那老大爷其实挺有意思的，毕竟是海军上校出身啊，他懂得政治上面的一些玩弄手段，他就把那个巴赫教授给放回德国去，但交换的理由是你要德国承认我西兰公国的存在。所以呢，西兰公国就是在英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稀里糊涂莫名其妙的一些默许的状态下，国家正式成立。哇，回头想一想，真的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而且现在嘛，西兰公国也算是这些特别小的私人国家里边最出名的一个吧。老国王罗伊贝茨91岁驾崩之后，把王位传给了自己的王后琼王妃啊。但是琼王妃后来在2016年也去世了，现在接管这个国家的就是迈克尔王子。
也就是当时被绑架的那小伙，当时还挺帅的，现在也成一个大爷了。而我手上的这一纸册封令呢，就是他签发的，很简单，很有意思，而且这里边印着每一年的亡国大事记。其实我回头想一想啊，不光说罗伊老爷子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他其实凭的是自己的一己执念啊，并不是说他认为这个东西多好像将来以后有什么商业价值了，或者我有什么野心，我要在此地封尘立足了，怎么样。我觉得就是一个老头退休以后闲来无事，自己的一个执念，然后享受一下自己的晚年生活，把这个东西当成自己的一个事业。但是后来没想到这个事情越做越大，然而到了后来呢，也是因为当时他那个德国的教授啊，西兰公国的首相政变的这么一个事情，虽然被接到了德国，但是这个首相还是有一点很执念的，认为我是一个西兰公国的流亡政府，我才是合法继承人。他现在在德国自己还搞一个西兰公国的流亡政府，所以呢，他也印发了很多的护照，导致了西兰公国原来印发的那些护照跟他的其实都是一样的。然后因为中间呢又掺杂了很多国际性的犯罪问题啊，他们持有西兰公国的护照去做一些非法的走私的事情啊，包括很多，就是没有办法收场了，所以国王宣布现在所有市面上的西兰公国护照全部作废。这也是西兰公国最大的一次政治性的事，对于其他国家外交上面的一个政治事件吧。罗伊老爷子自己玩的一个事情，没想到真正的实现了。而西兰公国呢，现在也通过网络越来越多的被大家所熟知，非常励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也做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儿。在地球这个大家庭的历史上，我觉得西兰公国也会有这么浓墨重彩的一笔吧，哪怕是一个点儿，它也得有这么一符号。曾经代英帝国的皇家海军都不能把这西兰公国怎么样，德国还得派外交官去跟人好说好商量的赎回来他们的那个教授，所以我觉得有点意思。今日被册封为男爵，我也得办3件事了。第一，成为艾昆；第二，收藏纸音；第三，好好研究研究积雪。牛逼！所以呢，身为一个贵族，咱应该干点正事儿，是不是？所谓的西兰公国也好，所谓的罗伊贝茨上校自己晚年玩的这点事儿也好啊，其实我们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上来说今天的这个事情，更多的是想看到老人们对自己所向往事情的一个追求，包括他最后正面和英国、德国对刚的这些事情啊，虽然看起来挺有趣儿，但是我总觉得是一种精神，很值得大家学习。那得，今天咱们这个算什么？算玩具背后的故事番外篇吧，就到这儿吧。